蓝启仁皱眉，蹲下身拉起团子的小胳膊，团子果然颤了颤。蓝启仁才发觉衣褶处染上了星星点点的血迹，被宽大的褶子挡住，不易察觉。忙掀起宽大的广袖，中衣的鞋已经积出一片深色血渍，弄得大半个袖子都是。蓝忘机从厨房端了特意给小团子准备的热粥，没有蓝氏饮食一贯的忆苦思甜作风，而是一碗夹杂着肉末和葱花的糯米粥。急急忙忙端着粥回到静室，却发现门大敞着，屋里哪还有小团子和兔子的身影。蓝忘机的心瞬间揪了一下，魏婴不见了。他现在才那么大一丁点儿，毫无自保能力，胳膊上那血口子刚包扎好，一个不留神磕到碰到都是很危险的。放下粥，沿着路寻找，顾不得什么禁止急行，生怕晚一会儿那小团子变出了事。他见不得那双桃花眼中的泪水，恨不得替那人受下所有的伤痛。蓝忘机心里懊悔不已，方才怕厨房里刀有火焰伤了魏婴，所以才让人在房里等着。现在看来，果然还是自己考虑欠佳了。而离雅室不远的小廊上，蓝启仁小心翼翼地给小团子剥开被血粘在胳膊上的袖子。小团子不知是疼还是怕，小小的身子都在颤抖，大眼睛里盈满了泪水，却就是不哭出来，小嘴紧紧抿着，似乎连呼吸都屏住了。蓝启仁皱眉看着还未愈合的伤口，对于这么大的小孩子来说，有些严重了。抬头看了看发白的小脸，看到小娃娃忍着不哭的样子，蓝启仁心头一软，才这么大的奶娃娃，擦破层皮，不哭不闹已是难得，更何况是这么深的伤口。淡蓝色的灵力温和地覆盖在伤口上，伤口很快便止血了，只是看着还是很狰狞。小魏婴眼巴巴地看着蓝色光晕在自己胳膊上照了一会儿，冰冰凉凉的，伤口便不疼了，血也不再流了。小团子直着眼睛，呆愣地盯着伤口上的蓝色光晕，熟悉也陌生。在从前，曾也有人用同样的方法给自己治伤。阿英下次还敢不敢了？敢！不愧是我生的。只是阿英等着呀，睡醒了你娘亲给你带糖葫芦，不告诉爹爹好不好？好。小家伙，别等了，出去讨点口粮吧。你爹娘啊，八成是回不来了。哎，才这么大点一小娃娃，哎。于是蓝启仁看着面前的小团子，盯着自己的灵力发呆了一会儿，吧嗒吧嗒掉起眼泪来。怎么还疼？蓝启仁担忧地看着小团子，这孩子也不知是怎么练出了个憋着不哭的性格，一下子哭了，倒让人更加不知所措。小团子正沉浸在委屈的气氛中，吓了一跳，抽搭了一下，吸了吸鼻子，打了个哭嗝，便又抽搭个不停，小脸发白。蓝启仁轻轻顺了顺他的背，见小团子还是抽抽搭搭，犹豫了半晌，试探着道：阿英。小魏婴猛然抬头，带着泪痕的小脸仰着，红彤彤的眼睛直视着蓝启仁。阿英，起床了，小懒虫。阿英，出去要跟紧爹爹，知道吗？阿英，糖葫芦分给你娘亲一串。阿英，咱们偷偷吃，被发现就得没收啦。阿英，等娘亲回来。阿英。呜，稚嫩的小脸彻底垮了下来，没来由地，小魏婴觉得面前的人亲切，积压已久的委屈瞬间决堤，小小的孩子再也忍不住泪水，哭得稀里哗啦。蓝启仁吓了一跳，阿英2个字仿佛一个开关，让面前一直故作坚强的小娃娃彻底显出了符合年龄的样子。蓝启仁一时间手足无措，小小的人身子剧烈颤抖着，死死咬住下唇，仍挡不住哽咽声，眼泪大滴大滴的从那双澄澈的眼睛中砸落。僵硬了一会儿，蓝启仁把手绕过小团子后背，将小团子小小的身子搂在怀里，手拍着小团子的背，柔声道：阿英怎么了？小魏婴哭得更凶，阿娘，还有，爹，哭得太厉害，一句话被断成了数节，仍是说不清楚。小团子太激动了，几乎要呛到，蓝启仁急忙给人顺气。爹爹和娘亲丢了。小魏婴抽泣着道。婆婆说他们不会回来了。蓝启仁一愣，不知该如何安慰，一时间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个人走了时，龙胆小筑外那个小小的背影。这种事要怎么和小孩子解释？正无言时，一白衣少年匆匆赶来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一愣。
蓝启仁难得的没有板着脸，蹲下身把一个抽泣的小团子搂在怀里，柔声安慰着。小团子似是委屈极了，哭个不停，小脸都有些白了，大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很是怜人。蓝忘机顿了顿，上前道：“叔父。”两道目光向他投来，小团子小小的打了个哭嗝：“哥哥。”蓝启仁起身问道：“忘机认识这孩子？”蓝忘机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叔父，他是魏婴，魏无羡。”什么？蓝启仁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蓝忘机忙极快地解释了前因后果，眼睛不时瞥向蓝启仁身后抽抽搭搭的小团子。竟然，蓝启仁眼神复杂地看着眼泪巴巴的小孩。魏婴，虽然这个少年的确天资聪颖，比起忘机都不会有丝毫逊色。这个少年有着侠义本心，且思维与常人不同，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。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但如果真有一人修习了怨气，且可随心控制，下场必不会怎么好。无论他是否做尽坏事，都会使仙门百家的淫狗之辈恐惧忌惮，即便他并未作奸犯科，也会被明里暗里算计，不得安生。魏婴虽然顽皮，但本心至纯，这种背后捅刀的事，他恐怕应付不来。虽未及年，但那个少年的侠义，倒是有几分蓝家风骨的模样。故他虽觉得此人顽劣，却也知此人风洁，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罢了。忽然，那个少年人变成了个不及西高的团子，被他唤了声阿英，便哭了。藏色与魏长泽他皆熟悉，在平辈中，除去兄长外，最熟悉的就是那二人。藏色天性跳脱，如少年魏婴一般，为人放荡不羁；魏长泽则老实内敛。二人皆名家风骨，只可惜世事无常，那个本应该在爹娘膝下承欢的乖巧娃娃，生生成了流落街头居无定所的乞儿。咕噜，小魏婴看着沉默不语、面色沉重的两人，肚子不争气地想了：本来嘛，太久没吃东西了，还又是跑又是哭的，饿了可不能怪他。叔父，魏婴，蓝忘机看着还没停止抽搭的团子，准备吃食了。那你便先带他去吧，我还有点事。蓝启仁顿了顿，蹲下身，用帕子将小团子的泪水拭去，轻叹一声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团子的小身子抱在怀里，揉了揉他毛茸茸的后脑勺，语气柔和地道：“叔叔有事先走了，阿英要听哥哥的话。”小团子回抱住蓝启仁的脖子，软了吧唧的小奶音中带了些鼻音，再见。